今晚，我想请您暂时放下手边的琐事，陪我一起抬头看看星空。在那片深邃的黑暗中，藏着一个温柔却又极其残酷的秘密。在那闪烁的点点微光里，您看到的每一秒，其实都是过去。有些光出发时，哥伦布还没发现新大陆，而有些星光抵达您眼中时，那颗星其实早已在几千年前熄灭。在接下来的2小时里，我们不谈声色的公式，我们谈生命。我要带您跨越那道连光都跑不出的障碍，去触摸那个足以占领灵魂的尺度——光年。第一部分：星空的刻度。今晚我们要一起聊一个听起来超简单，但其实是科学界最让人抓狂、最难真正消化的概念之一——光年。你很可能早就听过这个词，听到都快麻木了，成千上万次都有。科学家只要一讲到太空、星星、星系，就很爱用它。但大多数人其实没意识到重点在这里。一旦你真的理解光年的意思，真的把它代表的距离吃进去，你看宇宙的角度会整个翻新。这真的不只是很大那么简单，它大到一种程度，会让你觉得人类的大脑好像天生就不太是用来理解它的。当我们这趟旅程走到最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天文学家非得用这种测量法，因为别的方法根本撑不住。在继续之前，如果你也觉得这种深入探索很有意思，记得按个赞或订阅一下，这对频道的成长真的很关键。对你来说可能只是顺手一下的小动作，但对我来说意义真的非常大。好，现在我们就往里面钻，我们直接开始往深处走。我们先从最熟悉、最日常的距离感开始。你在生活里其实每天都在使用距离这个概念，只是你没特别去想。你知道去杂货店有多远，去上班要走多久，去隔壁城市大概需要多少时间。这些距离你会有感，因为你真的走过、开过、做过那段路。你知道它代表的时间、体力、路上的风景，甚至你大概知道哪里会塞车。1公里大概就是你用正常步行速度走个10到12分钟左右的路程。所以在地球日常生活里，公里这套测量方式其实非常好用，完全没问题。如果有人跟你说商店离你5公里，你脑袋大概立刻就能算出开车大概几分钟，走路大概多久。你甚至可以在脑海里把那趟路播放出来，可能会经过几个红绿灯，可能会看到一些你很熟的地标或招牌。所以这种距离是具体的、可想象的，而且很好理解。如果有人说某个城市离你200公里，你也能很自然地开始规划。开车大概2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你会想到要加油，可能带点水，带点零食，也许中途安排一次休息，去个休息站。因为这些距离都是人类尺度的距离，它跟我们的生活经验是粘在一起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直觉，就是在这种尺度里进化出来的。我们天生就擅长理解一天能走多远，眼睛能看到多远，哪些距离跟生存导航有关。但一旦距离变得非常非常大，这套工具就开始失灵了，而且会越来越不方便。纽约到洛杉矶大概4500公里，这个数字虽然大，但你还是抓得到。飞行时间大约5小时左右，这种旅程人类经常在做，并不陌生。你等于横穿整个大陆，
你会看到地形一路从东岸城市变成中西部平原，再到落基山脉，再到西南沙漠，最后到太平洋沿岸。路很长，但它还不是那种你脑袋直接宕机的长，它依然在我们能力范围内。你甚至可以想象自己坐在飞机上，那趟旅行的感觉。地球赤道周长大约40075公里，这数字很大，但我们在概念上仍然可以拿来用，因为人类早就有人环游世界，这件事我们知道是做得到的，就算要花几个月，那也仍然是可能的范围。像费迪南德·麦哲伦的探险队，从1519到1522，花了3年才绕地球一圈。而如果你今天能订到环游世界的转机航班，现代商业航班大约45小时就能绕地球一圈。所以从地球表面这个视角来看，地球很大，没错，但它还没有大到难以想象，它是有限的。你在理论上实质可以把它走透，把它探完。但现在我们把尺度再放大一点点，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大约384000公里。从这里开始，你会发现我们日常那套距离想象法突然就有点撑不住了。384000公里，这个数字你看得懂，但你很难感觉它。它完全不是开车横越全国那种概念，也不是环游世界那种概念，这是另外一个等级，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没有路可以走，没有地标可以经过，沿途也没有休息站可以停，它就是距离本身，纯粹的距离，横跨一大片空旷到几乎什么都没有的空间。所以问题就来了，你要怎么开始去那么远的地方？阿波罗号太空人搭乘火箭，以每秒大约11公里的速度从地球飞往月球，全程大概3天。换算一下，那差不多是每小时39600公里，约比高速公路快400倍。你想想看，这比你人生中开过的任何速度都快了400倍。就算这么夸张的速度，还得动用人类史上最强大的火箭，烧掉巨量燃料，依然要3天。3天，用人类前所未有的速度穿过一片空无的宇宙，只为了到我们最近的天体邻居。而这还只是月球。月球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亮其实离我们很近，至少在视觉上很近，你用肉眼就看得到它。你拿双筒望远镜，甚至能看到表面细节，它就挂在那里，天天在天空上。但真要坐火箭去，还是要3天。所以当我们开始谈别的行星，谈太阳，谈其他恒星的距离时，用公里讲，真的会开始变得没意义。数字大到一种程度，你的大脑只剩下好大这个感觉，它会变成纸上的符号，而不是你能跟生活经验连起来的距离。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大约1.5亿公里，你试着在脑袋里把它画出来看看，你做不到，对吧？你的大脑只会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却没有直觉的距离感。因为日常生活里根本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你为这种距离做心理准备。人类演化史里也没有任何压力逼我们去理解这么夸张的尺度。我们进化出理解下一个水源多远，狩猎场在哪里，一天走得了多少路，但我们没有进化到可以自然理解1.5亿公里。阿波罗太空船平均飞行速度约每秒11公里，如果用这速度去走到太阳距离，大概要160天，差不多5个月。
而人类建造过速度最快的太空船帕克太阳探测器，靠近太阳时速度可达每秒192公里，利用太阳引力把自己甩得越来越快。就算是这种惊人的速度，比阿波罗快约17倍，它绕太阳一圈仍然要好几个月。太阳其实就在附近，它就在我们宇宙的这个近邻里，它就是我们绕着转的那颗恒星，它是地球所有光与热的来源，没有它，地球生命根本不可能存在。我们每天都看到它，所以它让人觉得很熟悉，很理所当然。但它离地球 1.5 亿公里远，远到我们最快的太空船都要好几个月才穿得过去。而当我们开始谈其他恒星的距离时，你会发现连太阳这距离都突然显得像小儿科。太阳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距离 1.5 亿公里，但离我们最近的第二颗恒星比邻星比这远大约 26.6万倍。而我们最快的太空船就算飞上好几个月，也只能勉强对付太阳这个尺度，面对比这远 26.6万倍的距离，简直像天方夜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必须用不同单位，不是因为他们爱把事情搞复杂，也不是因为他们想用大数字吓人迷惑大家，而是因为在宇宙尺度上，公里真的不管用。用公里去量恒星距离，就像用毫米去量国与国之间的距离。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就是荒谬又不实用。数字会大到失去意义，它不再像距离，反而像一串抽象的数学符号，跟人生经验完全断线。于是天文学家就换了一个方法，光年。但你一定要从一开始就把这件事盯牢，光年不是时间单位。我知道它里面有年这个字，听起来就像在讲时间，但它真的不是时间。光年是距离单位，它代表的是光在1年内走过的距离。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用光当尺？因为光很特别，光是宇宙里最快的东西，没有任何物体能跑得比光快。这不只是我们还没造出来而已，它是物理学的一条基本定律。光速是一个常数，不变，而且在宇宙任何地方都一样。不管你在地球、火星、别的星系，甚至在可观测宇宙的边缘，光速都不会改变。光速大约是每秒30万公里。我再讲一次，因为这太重要了，每秒30万公里，光每1秒就能走30万公里。而且这不是随便估一估，它的测量精度非常高，精确值是每秒299792.458公里。但在我们今天的理解里，用30万公里已经非常够用了。这速度快到离谱，给你一个直觉，光在1秒内可以绕地球赤道大约7圈半。你打个响指的时间，光就已经绕地球跑了好几圈。1秒钟内，光可以从纽约到洛杉矶再返回大约37次。这种速度之所以难想象，是因为日常生活里没有任何东西能接近它。大多数人这辈子体验过最快的交通工具，大概是飞机。商用喷射机大约每小时900公里，换算每秒大概 0.25 公里。光速比它快100万倍以上。人类史上速度最快的汽车推进号超音速汽车，时速约1200公里，也就是每秒约 0.33 公里。光速大约是它的90万倍左右。就算是我们造过最快的太空船帕克太阳探测器，峰值每秒192公里，也只到光速的 0.064% 左右。以人类标准来说，它快得像疯了一样，但跟光比，它慢得真的像蜗牛。
因为房间很小，所以你按下电灯开关时，光几乎是瞬间进你眼睛，从灯泡到你眼睛，大概只要1/11秒，太快了，你根本感觉不到延迟。所以对大脑来说，光像是瞬间出现，但光其实是在传播的，它确实需要时间，只是那时间短到你不可能察觉。你看天空中的太阳，其实你看到的是它8分20秒前的样子，因为光从太阳走到地球就是要这么久。太阳离我们远到就算光每秒30万公里，也要超过8分钟才到。这里面有个很有趣也很震撼的含义。如果此刻太阳发生了什么，比如突然变色、突然变暗，甚至爆炸，我们至少要8分钟后才会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但在这讯息的光还在路上，所以我们会继续看到太阳原本的样子，而不是它此刻的样子，而且会持续超过8分钟。你看月亮也是一样，你看到的是大约1.3秒前的月亮，虽然只晚一点点，但它仍然是一种延迟。阿波罗任务时，太空人在月球上走路，跟地球任务控制中心通话，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要1.3秒才到地球，任务控制中心回一句也要1.3秒才回到月球，所以一次对话来回就会出现将近3秒的空档。你去听那些录音，真的听得出那种停一下再回的节奏，因为承载声音的无线电讯号是以光速传播的，而就算是光，也需要时间穿越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所以光速不是瞬间到达，它有速度，而且虽然快得不可思议，但它仍然是有限的。这也是物理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在17世纪末之前，多数人都以为光是瞬间传播的，因为你睁开眼就看见，所以直觉上会觉得光是瞬间出现。但到了1676年，丹麦天文学家奥勒·罗默观察木星的卫星时，注意到一件怪事：木星卫星消失在木星背后的时间，竟然会随着地球在轨道上的位置改变。当地球离木星比较近时，日食月食发生的比预测还早；当地球离木星比较远时，这些事件就会晚到。罗默意识到，原因很可能不是木星变了，而是光要走的距离变了。光需要时间才能传播不同长度的路程，他算出光穿过地球轨道直径大概需要22分钟。这个数字不完全精准，因为当时地球轨道大小还没那么确定，但他做到了关键一步，证明光速是有限的，不是瞬间。而今天，我们已经能极其精准地知道光速。我们用雷射、原子钟和各种精密设备测量它，我们确认它是恒定的，不会因为你移动多快，你在哪里就改变。我们甚至发现，这个速度常数好像已经写进宇宙的底层规则里。这不只是光的问题，它其实是时空本身的基本属性之一。所以，光年就是光以这个速度在1年内走过的距离。我们来算一次，光速每秒30万公里，1分钟60秒，1小时60分钟，1天24小时，1年365天，把它们乘起来，30万乘60乘以60乘以24乘以365，大约等于9.46兆公里。更精确一点，是9.4607亿3047万2580.8公里。但为了好记好用，我们通常就说9.46兆公里。
就是1光年，9.46兆公里。再提醒一次，它不是时间单位，是距离单位，它代表光用1年跑出来的距离。而这个数字，就是我们今晚要试着真正理解、真正抓住的东西。因为你懂了光年，你才真的懂我们在宇宙里的位置，恒星之间到底隔多远，宇宙尺度有多夸张。但在那之前，我们还得先处理一件事，兆到底有多大。因为大多数人对这种数字完全没有直觉。我们平常聊天会讲100万、10亿、兆，我们听到政府预算几兆、亿万富翁、几百万人口，常常会觉得都差不多，反正都是很大，但其实差超多，而且差到会让你吓一跳。100万是1000个1000，如果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存1美元，而且每天都不间断，大概要2740年后你才有100万美元。时间很长，但你还能想象，你甚至能把2740年前拉成一条时间线，那会把你带回古希腊、罗马共和国早期，那种人类已经开始建成、写书、形成文明的年代。这是一段你还能抓住的时间跨度。10亿是1000个100万，我们直接跳1000倍。如果你不是每天存1美元，而是每1秒存1美元，连睡觉都不停，那也要32年才存得到10亿。这甚至比一个人成长到成熟的一代时间还长。你如果从出生开始数秒，不吃不睡不休息一路数，数到10亿的时候，你也差不多32岁了。你想想看，这个落差有多大？100万秒大约11.5天，不到2周，你还能想象？但10亿秒，那是32年，从100万到10亿，是一个巨大跳跃。1兆是1000个10亿，而从这里开始，数字会开始跟我们可理解的世界断线。如果你以每秒一个数字的速度，不眠不休一直数到1兆，要大约31700年。我再讲一次，是31700年。这比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还长得多。农业大约1万年前才出现，才奠定文明基础。在那之前，人类主要是狩猎采集，四处迁徙，追着动物跟植物季节跑。文字系统大约5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埃及金字塔大约4600年前建成，车轮大约5500年前发明。所以你要数到1兆，你得在上述这一切发生之前就开始数。你得从人类还在小部落，没有城市，没有国家，没有文字，没有农业，没有永久定居点的年代就开始。你得把整个文明史都走一遍，每一次发明，每一次发现，每一个帝国兴衰，每一场战争，每一次和平，每一段胜利与悲剧。就算走到今天，你还得继续数，而且离1兆还有好几千年。再具体一点，700年前，现代人类还在上一个冰河时期，我们主要用的是石器工具。我们在猎猛犸象、猎巨型地懒这种史前巨兽，人类才刚开始真正往全球扩张。离开非洲不算太久，正在欧洲与亚洲繁衍。那时没有我们今天熟悉的语言系统，艺术也很原始，除了洞穴壁画那种程度，科技更不用说，大多就是锋利的石头跟木矛。这就是1兆秒会把你带回去的年代。而1光年是9.46兆公里，每1公里都是真的1公里，它不是抽象符号，那是一段你用正常速度步行
大概10到12分钟的实际距离。1光年里面有 9.46 兆公里，也就是 9.46 兆段长度等于1公里的路段，每一段都像你走到家附近商店那样真实。所以当我们说1光年是 9.46 兆公里，我们谈的是一个远远超出日常经验的距离。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你可以拿它去算，你可以放进方程式里，但要用直觉去理解它，几乎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大脑不是为这种数字设计的。我们进化出计算部落人数、畜群数量、季节天数的能力，我们能数到几百，认真一点也许到几千，但 9.46 兆，那完全超出认知范围，大到几乎像无穷大。所以理解光年最好的方式是循序渐进，从你能理解的距离开始，慢慢把尺度放大。我们会一步一步往外走，从熟悉走向陌生。你会看到那些你以为已经很远的距离，接下来会一个一个变得渺小。那我们就从1光秒开始。1光秒就是30万公里，差不多接近地球到月球的距离，也大概是地月往返距离的3/4。你想想这代表什么？光从地球出发，冲到384000公里外的月球，反射回来，又往地球跑回来3/4的路程，全部在1秒之内完成。就1秒钟。阿波罗计划时，月球上的太空人跟休士顿通话，双向延迟大约 1.3 秒。太空人发出讯号后，地面要 1.3 秒才听到，因为无线电讯号也是以光速传播。地面回复后，回到月球也要 1.3 秒，所以一次来回就接近3秒延迟。你听录音会觉得很微妙，但它一直都在，会有停顿，会有延迟，因为讯号要走很远。而宇宙规则很硬，没有任何东西，包括无线电波，都不能超过光速。1光分钟等于60光秒，也就是1800万公里。太阳距离地球大约8光分，也就是约 1.5 亿公里。所以1光分钟大概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 12% 左右。如果你能用某种方式站在太阳上，当然不可能，因为那是一颗表面温度约5500摄氏度的等离子体球。但假设你能站着看地球，你看到的是8分20秒前的地球。如果地球突然爆炸，你也得8分钟后才会知道。事情发生了，但光要走完这段路才把消息带到你眼前。这对太空探索有很实际，而且很多人没想到的意义。NASA 在火星上操作探测车时，永远会有通讯延迟，因为火星真的太远。当地球和火星在太阳同一侧最近时，距离大约3200万公里，约2光分。当两者在太阳两侧最远时，距离可到4亿公里，约22光分。所以毅力号在火星上跑时，你从地球送出的每个指令都要2到22分钟才到，是火星位置而定。火星传回的资料也要同样时间才回到地球，你不可能像玩遥控车一样及时操控它，延迟太长，根本做不到。所以工程师必须把探测车的活动规划得非常仔细。他们先分析前几天的影像，规划路线，把一长串指令写好，再把指令发送到火星，然后等。如果遇到意外，例如卡在岩石上或碰到障碍，他们没办法立刻反应，得先等2到22分钟，消息才到地球，接着再分析问题，想解法，写新命令送回去。
又要再等2到22分钟。所以在地球上几秒钟能解决的小状况，在火星上可能拖到1小时甚至更久。1光时等于60光分钟，大约是 10.8 亿公里。超过10亿公里这个尺度，很多人的直觉会直接断掉。土星在距离地球最近的位置，大约是 1.2 光时。土星是肉眼可见最遥远的行星之一，是那颗美到不像真的环状世界，自古就被人观测。它离地球大概 1.2 光时。2004到2017，卡西尼号绕土星运行，拍下无数近距离神级照片，但从它按下快门到地球收到影像，中间至少隔1个多小时。太空船拍照后，把影像转成数位资料，再用无线电讯号以光速传回。1个多小时后，地球科学家才看到。所以你无法及时操控卡西尼号，工程师没办法像开车、操控无人机那样边看边调整，他们得提前好几天甚至好几周，把整套指令序列编好，上传上去，然后相信卡西尼会照做。如果故障，太空船还得够聪明，能自主判断进安全模式。因为从它回报问题到地球，再从地球送新指令回去，2个多小时就过去了。那时候情况可能早就变样了。1个光日等于24个光时，大约259亿公里。我们现在谈的是，连最快太空船放在这里，都会显得慢得要命。旅行者1号1977年发射，现在是离地球最远的人造物体。截至2025年，它距离地球约24光时，它飞了快50年，速度大约每秒17公里，也就是每小时约61200公里。以人类标准，这速度已经超夸张。用这速度，你大概2分钟就能从美国一端到另一端，如果路是直的，而且你能那样飞。但在太空里连续跑了近50年，真空中没有阻力减速，它仍然还没离开地球1个完整的光日。它大致到达了日球层顶附近，也就是太阳影响力衰退、星际空间开始的边界。日球层顶是太阳风，太阳不停向外喷出的带电粒子流，最后被减速，并和星际介质、恒星之间稀薄气体混合的地方。2012年，旅行者1号跨越这个边界，成为第一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那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是人类探索史的里程碑。但就宇宙尺度来看，它离太阳仍不到1天光程。从宇宙角度看，它其实还在我们家门口。1个光周等于7个光日，大约1810亿公里。到这里，我们几乎进入一个从未有任何人类活动痕迹，而且未来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不太会有人类踏足的区域。这是真正的深空，远远超出行星范围，远远超出我们曾直接探索过的一切。在这里，太阳不再像地球上那样是压倒性的光与热源，它看起来像一颗非常亮的星星，确实比其他星更亮，但终究只是黑暗里的一个光点。如果你在距离太阳1个光周的地方，你会看到太阳耀眼，但同时你也会看到成千上万颗恒星洒满漆黑天空。你可能第一次真切意识到，太阳其实只是众多恒星里的一颗。1个光月大约30个光日，约7780亿公里。在这距离上，你用望远镜回望太阳，它就像另一颗普通星星，它不再明显比天空里其他星亮多少。整个太阳系，行星、卫星、小行星、
彗星几乎都看不见。就算你有强大的望远镜，你可能也只看到木星是一个模糊小点，内行星更会直接被太阳光吞没，看不到。我们以为很宏大的太阳系，在这里会被压缩成一颗普通恒星旁边一个很小的区域。我们研究过的、探测过的、发射航天器去过的那些世界，突然变得像灰尘一样。1光年等于365光日，也就是12个光照月。一年有52个光照周，相当于8760光时，是525600光分，是31536000光秒。你看到没有？数字长得多快！我们从1光秒出发，在人类尺度上已经很夸张了，接近地月距离。然后1分钟60秒，1小时60分钟，1天24小时，1周7天，1个月30天，1年12个月，一路乘上去，现在才刚到1光年。1光年 9.46 兆公里，光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连续跑365天走出的距离。这是天文学家用来量恒星距离的基本单位，因为在宇宙尺度里，再小的单位都不够用。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光年？因为其他选项更糟。你想象一下，如果天文学家硬要用公里来讲，比邻星距离地球大约40兆1400亿公里，一长串零，别扭难记，也完全没有直觉。但如果我说比邻星距离我们4.2光年，你立刻就有比较感了。你可以把它跟别的星一比就懂，一颗4光年，另一颗40光年，你立刻知道后者远10倍。更重要的是，光年把距离跟时间自然连在一起。你看一颗距离4光年的恒星，你看到的是它4年前发出的光，你其实是在看过去。研究宇宙时，这种连结不是浪漫而已，它是关键。光速不只是快，它是宇宙的速度上限，没有比它更快的。这不是工程问题，不是火箭推力不够的问题，这是时空结构本身的基本定律。光速不只是速度，它是定义空间、时间、能量与物质之间关系的宇宙常数。爱因斯坦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指出，当物体接近光速，怪事就会发生。而且那些怪事不只是纸上谈兵，它们被观察到、被测量过，并在过去1个世纪被无数实验反复证实。对运动物体而言，时间相对静止，观察者会变慢，这叫时间膨胀，而且已经被直接测到。物体的质量看起来会增加，或更精确地说，它的惯性会增加，所以加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当速度越接近光速，加速所需要的能量就会趋近无限大。要真正到光速，需要无限能量，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宇宙里没有无限能量这种东西，所以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不可能达到光速。第二部分，光速的禁区与时间的幻觉。让我把为什么会这样讲清楚，因为这正是相对论最反直觉也最迷人的地方。在日常生活里，如果你坐在一列时速50公里的火车上，然后你再相对于火车用时速20公里把球往前丢出去，那站在地面上的人就会看到球的速度是时速70公里。速度相加，这听起来太合理了，几乎不用思考，因为在我们熟悉的日常速度范围内，它确实一直都好用。
但爱因斯坦证明，当速度接近光速时，这种直觉式的加法就会失效。如果你在一艘以光速1半飞行的太空船上，朝前照一只手电筒，你可能会以为光会变成光速的 1.5 倍，至少外面的人看起来应该是这样。但现实偏偏不是。无论你站在太空船上怎么看，还是外面那个看着你飞过去的人怎么看，光速都还是光速，依然是每秒30万公里，完全不加不减。这乍听之下真的很像不可能。一个观察者都已经以光速的1半在动了，为什么2个观察者量到的光速还会一模一样？答案是，宇宙会动手调整空间和时间，让光速永远保持恒定。换句话说，如果你动得非常快，从静止观察者角度来看，你的时间会真的变慢，而且你前进方向上的距离会真的变短，像尺被压缩了一样。这些不是光学错觉，也不是仪器误差，更不是你看错，它们是实打实的物理效应，是自然界真的发生的事情。所以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绝对的，它们是相对的，会跟着你的运动状态一起改变。在这套规则里，唯一真正死都不变，不管你怎么动都一样的，就是光速。而这一点已经被无数次在不同条件下的实验反复验证过了。你看粒子加速器里的粒子，它们的速度常常逼近光速，我们可以精确测量它们在衰变前到底能活多久。结果我们发现，以光速 99.9% 飞行的粒子寿命会比同类但静止状态下的粒子长很多很多。对它们而言，时间仿佛被放慢了，像按了慢动作。这不是纸上谈兵，这是被证实、被测量、可以重复的事实。再看 GPS 卫星，它们绕地球跑得够快，而且离地球引力场也够远，所以时间膨胀的效应已经大到能量出来。GPS 卫星上的原子钟跟地面上的同型原子钟走时速率会有细微差异。如果 GPS 系统不把这种时间膨胀修正回来，那么短短几个小时，你的导航定位就会飘掉好几公里。所以 GPS 能正常运作这件事，本身就是时间膨胀真实存在的日常证据，而且是你每天都在用的证据。宇宙射线也是一个经典例子，它们是从太空飞来的高能粒子，撞上高层大气后会产生缪子 muon。 缪子是一种衰变很快的亚原子粒子，半衰期大约只有2微秒，短到几乎像眨眼的千万分之一。照理说，以这种寿命，就算它们接近光速再飞，也应该来不及从高层大气飞到地面就先衰变掉。但我们偏偏一直都能在地面侦测到缪子。为什么？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缪子飞得太快了，所以时间膨胀把它们的有效寿命拉长了。从缪子自己的角度，2微秒还是2微秒，但从我们这里看，那段时间被拉得长得多，足够让它一路飞到地面。接着就要讲到一个核心，只有像光子这样没有静止质量的粒子，才能以光速运动。光子没有静止质量，所以它不需要无限能量就能达到光速。更精准地说，光子天生就必须以光速传播，它不能减速，也不能加速。从被产生到被吸收的那一刻，它的速度永远刚好是光速，不快也不慢。这不是它选择这样做，这就是光子的本性，像是宇宙写死的规格。而这件事对太空旅行的影响非常深，远远超过工程很难这种层级。
就算我们有一天做出完美推进系统，又好像获得无限能源。哪怕你把所有工程难题全解光，我们依然无法超光速旅行。比邻星距离我们 4.24 光年。就算最乐观、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能把太空船加速到接近光速，它也至少要飞 4.24 年才能到，而那还只是最近的恒星。而太空里绝大多数目的地都比这远得多，远到你直觉会觉得这到底怎么去。当然，科幻作品会提出一些绕过限制的想象，像曲速引擎不是让你在空间中真的超光速飞，而是扭曲你周围的空间，让你看起来像超光速抵达。虫洞像把宇宙折起来，打开一条捷径，直接连接两个遥远的点。超空间，一个物理法则不同的平行维度，让超光速变得可能。这些想法都很有创意，也很适合说故事。其中有些，例如曲速引擎，甚至真的有理论物理学基础，至少不是凭空瞎掰。阿尔库别雷驱动器 Alcubierre Drive 在1994年被提出，它是爱因斯坦场方程式的一个理论解。它的概念是收缩太空船前方的空间，扩张太空船后方的空间，让你像踩着空间跑步机一样前进。表面上看起来像超光速，但太空船本身其实没有在局部空间中超光速运动。但麻烦也在这里，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很硬。阿尔库别雷驱动器需要负能量密度的奇异物质才能运作。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这种物质真的存在。一些物理学家甚至认为，从根本上它可能就是不可能的。更麻烦的是，就算奇异物质存在，需求量也可能巨大到离谱。有些估算甚至夸张到，所需的质量能量可能比整个可观测宇宙的总量还多。而且还会撞上因果关系问题，一旦你能超光速，你就可能绕回时间线，产生悖论。虫洞也是一样，就算虫洞存在，它很可能极度不稳定，可能在任何东西通过之前就坍塌。要让虫洞保持开放，稳定到足以旅行，所需能量可能大到同样夸张，甚至比宇宙可用能量还多。而且因果关系问题又回来了，能超光速，就意味着也能时间旅行到过去。悖论会一口气爆出一整串。至于超空间，基本上纯属推测，它是一个很典型的科幻概念，写故事很精彩，但目前没有任何已知物理或数学能把它落地，没有证据显示这种东西存在，或哪怕可能存在。所以根据我们100多年来的实验与观察，光速就是一道真正的墙，这不是靠更好的技术就能翻过去的工程挑战，它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则。当我们谈那些距离我们数百、数千光年的恒星时，我们谈的距离，按目前的物理理解，可能在根本上就到不了。所以光年不只是距离单位，它同时也像一个边界、一个极限、一个警示牌，过了这条线，正常因果律的直觉会开始崩坏。接下来我们就来谈比邻星，因为它是我们最近的恒星邻居，也是把光年距离落到现实感的最好例子。理解比邻星，太阳系外离我们最近的恒星，会让你真切感到连最近的恒星都远得不可思议。比邻星是一颗小型红矮星，属于半人马座 Alpha 星系的一部分，而半人马座 Alpha 其实是一个3星系统，其中2颗半人马座 Alpha A 和 B 是类似太阳的恒星，它们彼此绕行，像一对跳着慢舞的双星，它们大小、亮度都跟太阳差不多。
它们每 79.9 年绕共同质心一圈。这种稳定的引力舞步已经持续了数十亿年。如果你能近距离看，你会觉得像2颗太阳在黑暗中互相环绕，那画面会非常震撼。比邻星本身就小很多，它的质量大约只有太阳的1/8，直径大约是太阳的1/7。它又小又暗，亮度很低，所以即使它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邻居，你用肉眼也看不到它，你必须用望远镜才抓得到它的位置。像比邻星这样的红矮星是银河系最常见的恒星类型，大约占所有恒星的70%，但它们普遍都很暗，所以虽然数量很多，肉眼却几乎看不到。你晚上抬头看到的那些亮星，多半要么比太阳更大更亮，要么其实根本不是恒星，而是行星。比邻星距离地球 4.24 光年，约40兆1400亿公里，也就是40后面跟着12个零，看到零你就会开始头痛那种。为了让你更有概念，如果你用人类最快的太空船帕克太阳探测器每秒192公里的速度一路飞，仍然要大约6800年才能到比邻星，这时间长到超过人类有记载的历史。文字大约5000年前才发明，如果你从人类刚学会写字的年代就出发，用最快太空船速度一路飞到今天，你还在飞，而且离目的地还有好几千年。当然，也有人提出更快的方案。史蒂芬·霍金和企业家尤里·米尔纳在2016年宣布的突破射星计划，就提议用强大的地面雷射，把极小型太空船推到接近光速的 20% 左右。这个点子很巧妙，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你做一艘超迷你太空船，本质上像一颗电脑晶片，上面装一个大约1克重的相机或感测器，再把它连到一面超薄光帆上，帆面由高反射材料制成，厚度可能只有几个原子，然后你在地球上用大量雷射光束照射它，雷射的光压推着帆走，因为整个探测器超轻，所以可以加速到非常高的速度。如果它能跑到光速的 20%， 约每秒6万公里，大概20年能到比邻星。但别忘了，资料回传还要再用光速跑回来4年多，所以从发射到拿到资料，理想情况下大约是24年。这就很刺激了，因为它落在人的一生之内。你年轻时启动任务，真的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成果，但工程挑战巨大，而且在现有或可预见的近未来技术下，可能仍然很难跨过去。第一个大魔王，你需要超级强大的雷射。方案要求建造总功率约100吉瓦的雷射阵列，那大概等于100座核电厂的输出功率，全部集中成一束几公里宽的雷射光束，而且这束光还得精准追踪那颗加速中的微型太空船，让光束稳稳打在帆上，只要偏一点点，帆就可能偏航，加速就中断，探测器就只能带着当下速度滑出去，像甩飞的石子。第二个大魔王，探测器要扛得住旅途，以光速 20% 飞行，就是每秒6万公里。在这种速度下，你跟任何微小粒子一撞，都是灾难。一粒比沙粒还小的尘埃，以这种速度撞上去，释放能量可能相当于一枚大型炸弹。你需要防护罩，但防护罩一加就变重，而重量在这套设计里是天敌，越重越难推。
越难推就要更大功率，整个成本会越滚越大。第三个大魔王，你要能跟4光年外的探测器通讯，你要把资料传回地球，就得有足够强的发射器、雷射或无线电，才能从 4.24 光年外把讯号送回来。距离那么远，讯号会严重扩散、稀释，要让地球还收得到，所需功率非常大。但你又得把这能力塞进一艘像电脑晶片那么小的太空船上，这就像你站在海边对着大海大喊，却希望对岸的人能清楚听懂你讲的每一句话。第4个大魔王，你不只要飞快，还要飞准。你必须真正飞到比邻星系，并以正确距离与角度掠过，才能拿到有用资料。以光速 20% 的速度飞行，这艘太空船快到可怕，大约40分钟就能穿越火星轨道的尺度，从太阳到海王星，横跨整个太阳系只要大约6小时。你几乎没有修正空间，一旦速度上去，你就很难减速，也很难大幅修正航向，因为减速要的能量跟加速一样多，而对一艘只有1克重的太空船来说，你根本不可能带那么多能量。所以它掠过比邻星时，真正能用来拍摄、测量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小时，最多几天，然后它就会继续飞向黑暗虚空，从此消失，永远漂流在星际空间里，再也见不到。因此，突破射星计划虽然很有趣，而且基于真实物理而不是纯科幻，但它依然高度理论化。这套技术目前还不存在，而且它面前的几座大山，可能有些真的很难跨过去。就算我们明天真的造出来，也成功发射，它仍至少要20年到比邻星，然后在4年我们才可能收到第一批数据。就算一切顺利，资讯往返需要24年，而在太空探索史上，一切顺利从来都不是一个安全的假设，而这一切还只是为了抵达最近的恒星邻居。以我们今天实际能造的技术，用现有火箭材料电脑设计的太空船，要到比邻星不是几十年，而是几千年。那就意味着你得建造多代太空船，甚至是能让人类活上千年的巨型世代飞船。最后抵达的人会是启程者的遥远后裔，也许隔了几百代，他们一生都活在那艘船上，从没离开过，前往一个只在祖先传说里听过的目的地。当你仰望夜空时，你其实在看不同距离的星星，而你看到的永远都是他们过去的样子。这是光年最深刻也最震撼的意义之一。距离和时间从此绑在一起，拆不开了。你看到某物时，你很难把它在哪里跟它是什么时候的样子分开，因为光速是有限的，它快得惊人，但不是瞬间。光离开恒星，穿越黑暗，到达地球，这中间必然要花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事情可能早就变了。那颗恒星可能变亮，可能变暗，它可能变色，它甚至可能爆炸。当光终于到你眼睛时，你看到的那颗星可能跟此时此刻的它完全不同，甚至它可能已经不在了。天狼星是夜空最亮的恒星，距离地球 8.6 光年。所以今晚你看天狼星，其实你看到的是 8.6 年前从它那里出发的光。你眼前的 Sirius 是它 8.6 年前的版本。如果你今年20岁，你看到的天狼星大概是你11岁左右，可能还在上中学时它发出的光。如果你40岁，你看到的画面
等于你30出头时的天狼星。今晚这颗天狼星是过去的天狼星，不是此刻的天狼星。当然，天狼星是一颗稳定的主序星，几年甚至几十年内，它不太可能有剧烈变化。8.6年过去，对恒星而言几乎像一个眨眼。恒星的变化尺度通常是100万年、1年，不是10年、20年。但重点在原则，你永远看不到它的此刻，你看到的是它的曾经。每一次抬头看星空，你其实都在回望过去。织女星也是一颗明亮恒星，距离地球约25光年。如果你25岁，今晚看织女星，你看到的就是它在你出生的一年发出的光。那道光启程时，你还不存在。你父母当年也许看过织女星，但他们看到的是更早的版本，可能是50年前发出的光。所以今晚你看到的是25年前的织女星，而不是它现在的样子。参宿4更夸张，这颗猎户座的红色超巨星，距离地球约550光年。它非常有名，也很好认，就在猎户座肩膀位置，那颗带红色的亮星。今晚你看到的参宿4光芒，其实是伊因474年出发的，也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哥伦布去美洲之前，达文西22岁，米开朗基罗还没出生的年代。伊因474年，拜占庭帝国刚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不久，印刷机发明也才差不多20年上下。欧洲多数地区仍在走出中世纪的阴影，我们熟悉的现代世界那时还不存在。而你今晚眼前的那道参宿4光，就从那个世界出发，飞了超过500年，穿越茫茫黑暗，现在才抵达你眼睛。参宿4特别有趣，因为它是一颗大质量恒星，接近生命终点。它不像太阳这种小恒星可以活很久，它烧燃料的速度快得多。从天文尺度看，在相对不远的未来，大约未来10万年内，参宿4会变成超新星，到时它会亮到像满月，甚至白天都看得见。那会是人类史上最壮观的天文事件之一。但问题来了，参宿4可能已经爆炸了，也许爆炸发生在几个世纪以前，可能在1600、1700、1800年某个时候，我们现在不知道，也无从得知，因为爆炸的光还在路上，它要走550年才会到。所以如果参宿4在1700年爆炸，我们大概要到2250年才会看到。换句话说，那颗恒星此刻可能早已消失，被超新星摧毁，但在未来几百年，我们可能仍会看到它平静地挂在天空上，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幽灵影像，一个早已不存在之物的光的回声。北极星也是类似的时间胶囊，北极星距离地球约445光年。当那束光开始上路时，北美第一个永久英国殖民地还没建立，詹姆斯敦要再过12年才会出现，清教徒要再过26年才抵达普利茅斯岩，莎士比亚刚开始创作他的戏剧，他还没写出《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这些代表作。美国这个国家要再过180年才会出现。所以当北极星光启程时，世界跟今天完全不同。而今晚，那道走了4个半世纪的古老光芒，就这样进入你的眼睛。你和它透过光子跨越时空被连在一起，那些光子已经旅行了400多年，在距离地球约20光年的范围内，
天文学家目前已知大约有130个恒星系统，有些是像太阳一样的单星系统，干净利落，一颗恒星带着一套行星；也有些是2颗恒星互相绕行的双星系统，甚至像半人马座 Alpha 星那样，是更复杂的3星系统。了解这个恒星邻里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更具体感受到宇宙里的恒星种类有多丰富，数量有多惊人，而它们离我们又有多远。巴纳德星是距离地球非常近的恒星之一，常被提起，距离大约6光年左右。它也是一颗红矮星，比太阳小得多，暗得多，属于银河系里数量最多但不显眼的那一类。巴纳德星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以恒星的标准来看，它在天空中的移动速度算快。它是已知恒星中自行最大的之一，也就是你从地球看它，会发现它相对背景星的位置真的会慢慢挪动。你甚至不用等几十万年，只要跨越数十年、数百年，天文学家就能量到它走位的变化。大约1万年后，巴纳德星会比现在的比邻星更靠近地球，成为我们新的最近恒星邻居。但你别误会，哪怕到了它最靠近的时刻，它仍然离我们将近4光年，依旧是遥不可及的距离。恒星之间的距离太夸张了，所以即使彼此在移动，想让距离出现明显变化也得等上数千年，甚至数万年。距离地球约 7.9 光年的 Wolf 359也是附近移动速度相对快的恒星之一，它相对于太阳的运动速度大约每秒119公里，听起来很猛，确实也算顶尖。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区域，多数恒星彼此的相对速度通常是每秒几十公里， Wolf 359明显快一截，但就算这么快，它也只有光速的 0.04% 左右，在光面前还是慢得像在爬。所以恒星会移动没错，可是跟它们之间那种天文级距离相比，移动仍然显得非常慢。即便是附近跑得最快的恒星，要走完1光年也得花上数万年，这就是尺度的差距。天狼星距离我们 8.6 光年，而且它其实不是单颗恒星，而是一个双星系统，它由2颗彼此互绕的恒星组成，一亮一暗，像一对性格完全不同的搭档。天狼星 A 是一颗明亮的白色主序星，质量大约是太阳的2倍，发光非常强。它之所以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恒星，一部分原因是它离我们够近，另一部分原因是它本身就真的很亮。而天狼星 B 就完全是另一种故事了，它是一颗白矮星，是一颗恒星烧完核燃料后坍缩留下的致密残骸，像恒星的灰烬核心。白矮星非常迷人，因为它们把密度这件事推到人类直觉会崩溃的程度。它的大小接近地球，但质量却仍然堪比一颗恒星。天狼星 B 的质量跟太阳差不多，却被压缩成一个跟地球差不多大小的球体，密度高到像超现实。常见的比喻是，如果你拿一茶匙天狼星 B 的物质放到地球上，它的重量可能高达好几吨，像一辆卡车压在你手上。这2颗恒星大约每50年绕彼此转一圈，被引力牢牢锁在一起，各自围绕共同质心做椭圆运动，像一场缓慢却永不停止的太空舞蹈。把视角拉远一点，来到更大的舞台——银河系。银河系是一个漩涡星系，里面大约有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你会注意到，这范围很大，因为老实说，我们真的很难把银河系的恒星点名点清。
我们就身处银河系内部，像站在森林中央要数清整片森林的树，你看得到一部分，但看不到全貌。再加上星际尘埃会遮挡视线，许多暗淡小星又难以侦测，所以误差自然很大。不过最好的估计认为，最可能的数字大概落在2000亿到3000亿之间，也就是2-3千亿颗左右。而我们的太阳只是其中一颗，它是一颗很普通的黄矮星，大小和亮度都属于中等，没有任何宇宙主角光环。从银河系角度看，太阳不算最大，不算最亮，不算最热，也不算最冷，几乎没有特别之处。它就是一颗标准恒星，是数千亿颗恒星中的一颗，平凡到你会有点失落，但也因此更真实。太阳位在银河系的一条悬臂上，距离银河系中心大约26000光年。26000光年，光要走26000年才走得到我们这里。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看穿那些遮挡视线的尘埃，看到银河中心发出的光，那光其实是26000光年前从那里出发的。当那道光刚启程时，人类还在石器时代，基本上靠狩猎采集生活，农业还没出现，没有城市，没有国家，也没有我们今天理解的文明结构。人们以小型游牧群体生活，跟着动物迁徙，采集野生植物，用的是简单的石器工具。而文字的发明还要再等大约21000年，你想想看，时间尺度直接把你拉到另一个世界。我们所谓的人类文明，最早的农场，最早的城市，最早的文字，古代帝国的兴衰，一路到现代社会，这一切全都发生在银河中心那道光走来地球的途中，那道在人类仍是原始狩猎采集者时就出发的光，今晚才抵达我们。这就是光年把时间与距离绑死的残酷浪漫。银河系从悬臂的一端到另一端，直径大约10万光年。就算你能以光速旅行，当然以我们目前的物理理解你做不到，从银河系一端到另一端也要10万年。10万年不是很久，那是整个文明尺度都要被压扁的久。现代人类，也就是智人，作为物种大约有30万年历史。所以如果你在第一批智人刚出现在非洲时就出发，以光速连飞10万年，到今天你也只走完银河系直径的1/3左右，这句话光想象就足够让人发愣。太阳其实也在移动，它以每秒约230公里绕着银河系中心公转，听起来超快，而且确实快到夸张。以这速度，你大概3分钟就能横跨美国，甚至不到3分钟，你就能在地球周长的尺度上跑一圈。但即便如此惊人的速度，太阳绕银河系一周仍然要花大约2.25亿到2.5亿年。上一次太阳位在银河系大致这个位置的时候，地球上的恐龙才刚开始进化。第一批恐龙大概出现在2.3亿年前。从那时起，恐龙一路演化，称霸地球超过1.6亿年，直到6600万年前灭绝，哺乳动物崛起，人类才终于出现。而太阳到今天才差不多绕回到恐龙刚出现时那附近的银河位置。你会突然明白，宇宙的节奏根本不是用人类的一生来写的。接下来镜头要切到近代天文学最刺激的一章，系外行星。在过去几十年里，天文学最令人兴奋的突破之一，就是我们真的找到了太阳系以外的行星，也就是围绕其他恒星运行的世界。直到1992年之前，我们几乎只知道一套行星系统，我们自己的太阳系。
8大行星围着太阳转，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证据。我们一直怀疑别的恒星也有行星，但那只是猜测，没有硬证据。然后在1992年，天文学家第一次确认有行星在绕着另一颗恒星运行，那是一颗脉冲星。到了1995年，他们又发现第一颗绕着类似太阳的正常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从那一刻起，像开了闸门一样，发现数量开始爆炸式增长。截至2024年，我们已经确认了5000多颗系外行星，还有数千颗候选者等待进一步验证。这意味着行星不是罕见的例外，行星可能是宇宙里的常态。TRAPPIST-1系统距离地球约40光年，是其中最著名也最引人遐想的一个例子。它包含7颗地球大小的行星，全部围绕一颗小型红矮星运行。更让人心跳加快的是，其中有3颗位于所谓的宜居带，也就是温度可能允许液态水存在的区域。这项在2017年公布的发现之所以震撼，是因为它在很多层面都改写了我们的直觉。它告诉我们，小型红矮星不只可以有行星，还可能一口气有很多颗研制行星。而红矮星又是银河系最常见的恒星类型，约占所有恒星的70%。所以这暗示，像地球这种研制世界，在宇宙中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普遍得多。TRAPPIST-1还有另一个超反常的特色，它的行星都挤得很近，7颗行星的轨道全都比水星绕太阳的距离还近，像把整个行星系统压缩在很小的空间里。但因为那颗恒星本身很小很冷，所以其中3颗行星收到的能量居然跟地球从太阳收到的能量差不多。想象一下，如果你站在那里某一颗行星的地表抬头看天，其他行星会挂在天空上，有些看起来甚至比我们的月亮还大。因为距离太近，所以在那些行星之间旅行，理论上比我们太阳系行星之间的旅行要容易得多，至少尺度上是这样。但别忘了，我们今天观测 TRAPPIST-1，其实看到的是40年前的样子，也就是大约1985年的画面。如果那里有智慧生命，而且他们已经发展出无线电技术，开始向太空广播讯号，那些讯号也要走40年才到地球。所以我们今天收到的会是他们在1985年发出的讯号，而如果我们今天回复也要再走40年才会抵达他们那里。他们会在2065年才收到我们的回答。一次简单的你问我答，往返就要80年。你问出问题的那一刻，可能根本等不到答案，你的人生就已经先走到终点。所以我们必须认真想一件事，当距离用光年计算时，沟通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宇宙尺度最令人警醒也最难接受的现实之一。它会直接影响人类未来若想在其他星球定居或与外星文明接触所有的政治、社会与心理想象。无线电波以光速传播，它和可见光一样都是电磁波，只是波长更长，所以我们用它来通讯。当我们向太空发出无线电讯号，它会以每秒30万公里向外扩散，像水面涟漪一样一路变大。但即便是宇宙最快的速度，要跨越光年的通讯仍然需要以年为单位的等待。旅行者1号是距离地球最远的太空船之一，目前距离地球大约24光时左右，这意味着单程通讯延迟就接近24小时。你今天从地球发出一条指令，它要整整1天才会到旅行者号，旅行者号回传资料也要再花1天才到地球。所以任何双向互动，
延迟大约就是48小时，2天一个回合。如果太空船故障、系统异常，旅行者号必须自己先撑住，因为等地球工程师发现问题，再送修正指令回去，2天早就过了。而在深空里，2天足够让状况完全变脸。新视野号在2015年7月飞掠冥王星时，距离地球大约 4.5 光时。他在冥王星附近那几个宝贵的小时里收集到的资料，不能及时全送回来，只能先存在太空船上，然后再用接下来几个月慢慢一点一点传回地球。因此，所有指令序列都必须提前数周甚至数月设计好、上传好。任务控制人员没办法看到什么就立刻改策略，他们只能事先把剧本写到最细，预想每一种可能，再把希望交给太空船自己去执行。现在把这个情境推到更极端，如果在距离地球 4.24 光年的比邻星旁边有一个人类殖民地呢？你传讯息问他们最近过得怎样，农作物好不好，有没有出状况需要协助。这则讯息以光速走了 4.24 年，4年2个月又20天后，你的讯息才抵达。如果他们立刻回复，立刻发回来，那回复也要再走 4.24 年才到你手上，单次资讯交流就要8年多，几乎是把对话拆成2封跨年代的信。你问今年收成，收到的却是4年前的收成答案。你问一位病人的状况，几年后收到的可能是他已经过世的消息。你提出建议或支援方案，但等他到达时，事情可能已经完全翻篇。在这种距离下，我们习以为常的即时对话是彻底不可能的，对话会变得慢得令人抓狂，争论可能拖上几十年，因为每一句反驳都要等好几年才看得到。外交谈判也会变成一种奇怪的长距离慢动作。地球和比邻星殖民地之间要协商一个条款，可能需要1个世纪甚至更久才谈得完。每一方都得非常谨慎地写回复，因为他们知道发出去后要等好多年才会收到对方回信。这不只是麻烦，这会改变治理方式，改变社会结构，甚至改变人心。距离地球4光年的殖民地几乎不可能被地球有效统治，任何法律、命令、政策从地球发出到抵达时都已经过时好几年。更糟的是，在讯息飞行的这段时间里，地球政治可能早就换政府、换政策、换方向了。殖民地收到指令时，那道指令可能早就被地球自己推翻。所以殖民地必须高度自治，必须能自己做决策、资源分配、冲突处理、紧急事故，一切都不能等地球核准，因为等批准这件事本身在光年尺度上就是不可能。而时间拉长之后，殖民地与地球的文化会慢慢分叉，他们会发展出自己的习俗、语言口音、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与解题方式。两边仍能靠讯息连接，但那更像收到另一个时代的来信，而不是维持日常社会那种紧密的连线。几代人之后，他们可能变得非常不同，甚至彼此几乎认不出对方。他们共享的是起点与历史，直到分离那一刻，但分离后，他们就像隔在不同岛屿上的物种，各自演化。如果目的地更远，情况就更残酷。距离10光年的定居点，往返通讯要20年。你传给孩子的讯息，他们收到时可能都已经长大成人，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回你一句话，可能在你年老体衰甚至过世后才到。
你们会向跨年代通信，像在和未来或过去的人写信，关系很难以我们熟悉的方式存在。距离100光年的文明，通讯延迟就是200年。你发出一则讯息，你的子女、你的孙辈，甚至重孙辈，都可能看不到任何回复。也许只有你的曾孙，活在你根本无法想象的世界里，才会收到那封回信。那时候，对话变成跨越世代的接力赛，每一代人都对着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写信，接收来自早已逝去的人留下的讯息。人们不只是被距离分隔，更是被时间分隔，像2条永远对不上节奏的河流。第3部分，时间的魔法与孤独的荣光。如果你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旅行，时间就会出现一些非常反直觉，甚至像魔术一样的奇特变化。这就是爱因斯坦的时间膨胀理论。而这件事早已不是纸上谈兵，无数实验都一次次把它钉死在事实上。这并非未经证实的推测或可能如此的理论假设，它是被反复观察到的客观现象，就像万有引力、电磁力一样确凿，谁也躲不掉。当你的速度越来越接近光速时，相对于静止的观察者来说，你的时间会变慢。速度越快，这种变慢就越极端，差距会被拉到令人啧舌的程度。而且这不只是你的手表走慢这种小事，是时间本身的流逝速度真的变慢了。从那些没有跟你一起经历这些变化的人眼中看，你的心跳、你的思考、你的衰老、你的新陈代谢，整套生命节奏都被按了慢速键。但从你坐在太空船里的角度看，一切又会像平常一样自然。你会觉得时间对你照常流动，日子照样过，反而是外面的人看起来像在快转。想象一下，有一艘太空船真的能达到光速的 99.9%， 虽然还没到光速，但已经贴得非常近，像是贴着极限边缘滑行。你登上这艘太空船，前往10光年外的一颗恒星，再掉头回来。从地球的角度看，这趟往返大约需要20年，以光速的 99.9% 到那里大概 10.1 年，回程也差不多 10.1 年。所以任何在地球上旁观的人都会说，你这趟旅程就是20年。但真正诡异的地方在这里，因为时间膨胀，你的老化会慢得多。以光速 99.9% 来算，你的时间流逝速度大概比地球慢约22倍。所以地球上过了20年，你自己其实只经历了大约11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你走出太空船，你的生理年龄甚至还不到1岁，可是你认识的人都老了20岁。你的弟弟妹妹可能已经比你年纪还大，这会非常冲击。如果你有孩子，他们甚至可能已经比你更像大人。你不是回到家，你更像是直接跨进了他们的未来。如果你把速度再推进一步，达到光速的 99.99%， 事情会更夸张。你可以去100光年外的一颗恒星，再返回地球。从地球角度看，这趟往返会需要200多年，但从你的角度看，因为时间膨胀更巨大，你可能只需要人生中的短短几年。你会在太空船上生活几年，吃饭、睡觉、聊天、训练，感觉像一段漫长但可承受的旅程。可当你回到地球，已经是200多年后的地球，你认识的每一个人早就成了历史里的名字。世界会完全不同，像换了一个文明。
政治制度可能已经翻了好几轮，科技会进步到你难以辨识，像走进另一个版本的人类社会。语言甚至可能演变，连常用词都变得陌生。你回到的是地球，但对你来说，它会像穿越到未来一样陌生的可怕。让我们把视角再拉远一点，拉到宇宙本身。所谓可观测宇宙，是指从宇宙大爆炸以来，光有时间赶到我们这里的那一大片宇宙区域。宇宙的年龄大约是138亿年，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光一直在往我们方向飞，但因为宇宙在光飞行的途中仍持续膨胀，所以可观测宇宙的尺度会比138亿光年大得多。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大约是465亿光年，直径大约930亿光年，这就是我们看得到的最远边界的距离尺度。而在那之外，宇宙膨胀得太快，快到那些区域的光不但还没到，而且永远也到不了。宇宙里存在一条世界边界，我们无法看到它外面，不是因为望远镜不够强，而是因为就算你有再强的镜头，光本身也没有时间，甚至没有可能抵达这里。在可观测宇宙中，估计大约有2兆个星系，每一个星系里都有数十亿甚至数兆颗恒星。如果按比例推算，可观测宇宙中的恒星总数大约可达2000兆亿，那是2后面跟着23个零，光是写出来都会手抖。而我们的观测也显示，多数恒星至少都有一颗行星在绕着它转，所以行星的数量可能差不多，甚至更多，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天文级海量。宇宙里充满无数世界，多到我们永远数不完，也多到我们永远不可能全部造访。哪怕你给我们无限时间、无限技术，也做不到。从最大尺度来看，宇宙其实是有结构的，不是乱撒一把沙那样随机。星系并非像沙粒一样胡乱散布在空间里，它们汇聚成星系团，也就是由引力绑在一起的星系群落，而星系团又会组成更巨大的超星系团，那是包含多个星系团的庞大结构。更惊人的是，超星系团常常呈现丝状排列，像宇宙的神经网或蜘蛛网。这些丝状结构横跨数亿光年，延伸到深不可测的太空远方，而在丝与丝之间，则是巨大的空洞。星系很稀少，那是跨越数亿光年的宇宙空房间，空得让人发慌。宇宙正在膨胀，更精准地说，宇宙空间本身在扩张，带着星系一起被拉开。它有点像葡萄干被卷进发酵面团，不是葡萄干自己跑，而是面团在膨胀，把葡萄干彼此拉远。这不只是星系在太空中运动而已，是空间本身正在扩张，让遥远物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对附近的物体来说，这种膨胀几乎可以忽略，因为其他力量更强。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空间并没有什么实质膨胀，因为引力把它们牢牢绑在一起。太阳系内部也不会被膨胀撕开，引力让行星各就各位，照常绕轨道跑。银河系内部同样如此，恒星靠引力聚集，不会被宇宙膨胀吹散。但尺度一拉大，到星系之间，尤其到相隔数亿、数十亿光年的星系团之间，膨胀就会变得很明显，而且最后会变成主导力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宇宙往外推。随着空间在我们和遥远星系之间不断扩张，那些星系看起来正逐渐远离我们，而且星系离我们越远，远离的速度就越快。
这是膨胀的典型特征。这并不是因为星系本身在太空中狂飙，它们多半安静地待在自己的空间区域里，并没有超速奔跑。问题在于，我们和它们之间的空间在变大，而这种在巨大距离上的累积扩张，会把远离速度越推越高。对足够遥远的星系来说，甚至会出现一种状况，我们和它之间的距离增加速度，比光穿过那段空间的速度还快。这不违反宇宙速度极限，因为超过光速的不是星系本身的运动，超过光速的是空间伸展的速度，这是两回事。星系在它自己的局部空间里，基本上仍然没有超过光速，只是空间膨胀得太猛，猛到把彼此距离拉开的速度看起来超过了光速。这就像你在一台往后退的跑步机上往前走，你走得很正常，甚至走得很努力，但跑步机倒退得比你前进更快，所以相对于起点，你反而一直往后被带走。这意味着宇宙中有一些区域，它们远离我们的速度快到一个地步，那里的光永远无法抵达我们。不是10亿年内不可能，不是万亿年内也不可能，而是永远不可能。宇宙里存在一条我们永远跨不过的世界，不是因为光还在路上，而是因为它根本没有机会走到。宇宙膨胀会用远超光速的空间伸展，把那些区域越推越远，所以我们和那部分宇宙从根本上就被不可逆地隔绝开了。考虑到恒星与行星的数量如此庞大，考虑到宇宙已经存在138亿年这么久，再考虑到地球上的生命在条件适宜后出现的相对快，那么在其他地方存在生命，甚至智慧生命、科技文明，在统计上看起来很合理，甚至很可能。可奇怪的是，我们至今没有探测到任何外星文明的迹象，没有明确的人造无线电讯号，甚至连像外星城市的电磁噪音那种可疑背景都没有，没有雷射脉冲，没有巨型工程结构的明显证据，没有大规模改造宇宙的痕迹，什么都没有。宇宙看起来安静得像一间无边无际却空无一人的大教堂。这就是费米悖论，以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命名。他那句问题至今仍像针一样刺人：人都去哪里了？而光年或许就是答案的一部分。恒星之间的距离远得离谱，对通讯与旅行造成巨大甚至可能无法跨越的障碍。近1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无线电讯号、电视广播、雷达扫描一直在向太空外泄，这些讯号以光速向外扩散，形成一个不断变大的讯号球鞘。到现在，它大概覆盖了距离地球约100光年内的所有恒星。听起来很远，对人类尺度来说，100光年确实遥不可及，但银河系直径是10万光年。你想象一下，我们的讯号泡泡半径100光年，放在直径10万光年的银河里，几乎像一粒灰尘。我们其实还没真正向宇宙邻居大声打招呼，而且讯号扩散得越远，就越稀薄，越微弱。它走得越远，摊得越开，能量就被摊到更大的球面上。所以当我们的电视讯号抵达几十光年外的恒星时，它可能已经弱到就算对方有灵敏设备，也很难从宇宙背景噪音里捞出来。任何想侦测我们的外星文明，都得具备超强的电波望远镜，还得刚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频率对准正确的方向，才能接到那一丝微弱的讯号。所以偶然听到地球广播这件事，几率其实小到近乎不可能。那么这一切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该怎么看待光年这种尺度？对大多数人而言，光年不会影响你今天早餐吃什么，要不要带伞，或上班走哪条路。你不需要每次出门都想着比邻星距离 4.24 光年才能过日子，但偶尔退后一步，把镜头拉远，去想这些尺度，其实很有价值。它会帮你重新看清楚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到底有多小，又有多珍贵。当你意识到地球只是绕着一颗普通恒星运行的一颗小行星，而最近的另一颗恒星都在4光年外，银河系有数千亿颗恒星，可观测宇宙更有数兆个星系，你的视角会被迫改变，很多事会突然变得不一样。你会开始理解，你遇到的问题其实只是浩瀚宇宙里一颗小星球上的问题。朋友的争吵，工作的压力，对未来的焦虑、失望与沮丧，都发生在一个小小世界里。离你最近的那颗星星不会在乎你的烦恼，银河系也不会注意到，宇宙会继续它缓慢冷静的演化，对人类事物几乎漠不关心。但我不是要用这种话贬低你的经历，更不是说你的问题不重要，你的生命对你来说很重要，这就够了，这才是核心。痛苦就是痛苦，快乐就是快乐，爱就是爱，不管宇宙尺度多大，这些感受都是真的，而且都很重要。只是有时候，当你觉得事情压得你喘不过气，当你被焦虑、压力、担忧包住，记得宇宙的尺度可能真的会帮到你一点点。记得你生活在一颗绕着普通恒星旋转的小行星上，从宇宙视角看，你的问题往往是暂时的、局部的、可被放下的，不是不重要，而是规模小、范围窄，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处理。光年其实也是一件很美的事。当你仰望夜空，你看到的不只是点点星光，你看到的是距离我们数光年、数百光年之外的恒星。你看到的那些光子已经穿越太空好多年，甚至好多世纪，才抵达你的眼睛。你和那些遥远的太阳就这样隔着时空相连，你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你的身体由恒星锻造出的原子组成，你抬头看着其他恒星，其实是在理解自己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且都不简单。有些恒星还很年轻，刚由坍缩的气体与尘埃云形成，像点火成功的新反应炉。有些恒星像太阳一样处于中年，稳定燃烧轻，寿命长，脾气也比较温和。有些恒星已经老了，接近生命终点，它们可能燃料耗尽，慢慢变成白矮星，在数万亿年里缓慢冷却，或干脆在某一刻爆炸成超新星，把原子撒回太空，让宇宙再一次回收再利用。它们之间相隔数光年，远到连光都要跑上好几年才能到。宇宙是一个非常稀疏的地方，点缀其间的是一座座渺小的光之岛，而这些岛屿之间是浩瀚、冰冷、几乎无边无际的黑暗海洋。但奇妙的是，这些岛屿并不是完全孤立，它们靠光相连，靠引力相连，也靠同样的物质来源相连。早期恒星核心锻造出的原子被散播到各处，它们被循环利用，重新拼装，形成新一代恒星与行星，甚至在某些地方，最终可能拼成了生命。随着科技进步，我们测量光年距离的能力正变得越来越精确。
盖亚探测器正在绘制史上最精准的银河系三维地图，它在测量超过10亿颗恒星的位置与距离，像在做一张超级精细的银河户口名簿。未来的望远镜会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深。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已经观测到距离地球超过130亿光年的星系，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看见非常接近宇宙早期的景象，像在翻宇宙的童年相簿。未来的天文台也许能更接近大爆炸后的最初年代，看到更久远的过去。我们每年也都在发现更多系外行星。截至2024年，我们已确认5000多颗系外行星，还有数千颗候选者等待验证，其中许多天体距离我们数十甚至数百光年。我们正在把这些遥远距离里到底有什么的图像一点一点拼出来。未来，我们也许会向附近恒星发射机器人探测器。突破射星计划就提议向比邻星发射微型太空船，即使成功，资料也至少要4年以上才会回传到地球。但除非物理学出现革命性突破，否则光年依然会是最根本的障碍。恒星之间真的太远了，而光速是有限的，这是宇宙的底层设定。这不是一个等工程师再努力一点就能解决的难题，它是宇宙的基本属性，是我们所处时空的规则本身。光年会改变我们对自身位置的看法，也会逼我们面对一连串更深的问题：人类未来在哪里？我们和宇宙到底是什么关系？而这些并不只是抽象哲学，它会实际影响我们怎么思考太空探索，怎么寻找生命，以及我们这个物种的长期未来到底该往哪走。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宇宙在我们心中其实很小。古人以为星星只是固定在天球上的光点，像被定住的灯，宇宙像一个罩子，只要你爬得够高，就能碰到边界。后来即使我们知道星星其实是遥远的太阳，我们仍很难理解它们到底有多远，几百万公里，几十亿公里，这些数字都超出直觉，也超出当时的测量能力。所以距离仍是一种抽象概念，没有真正落地。直到20世纪初，我们才开始精准测量恒星距离，才真正意识到宇宙大到离谱。1918年，哈洛·沙普利估算出银河系的尺度，直径大约10万光年，让很多天文学家震惊。宇宙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大得多，而且大得不讲理。1929年，埃德温·哈勃证明螺旋星云其实是遥远星系，宇宙突然又被扩大好几个数量级，像地图一下子从城市放大到整颗星球。我们曾以为银河系就是全部宇宙，后来才知道银河系只是一个普通星系，外面还有无数星系。如今我们知道可观测宇宙直径约930亿光年，里面大约有2兆个星系，这数字大到几乎失去意义，像在描述某种无限的边缘，但它代表的是一个真实存在，包围着我们的物理空间。你朝任何方向看，只要你能看得够远，就会看到星系一层一层往外延伸，直到最后抵达可观测宇宙的边缘，那里的光还没来得及到，甚至有的永远也到不了。这种知识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视角。我们不是宇宙中心，在宇宙意义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天选的特别。我们住在一颗典型行星上，绕着一颗典型恒星，那颗恒星又在一个典型星系里，位置也很普通，没有宇宙 VIP 包厢。
如果你被瞬间传送到数十亿光年外的另一个星系，你看到的宇宙景象大概也差不多。星系在各方向延伸到地平线，宇宙从哪里看都大致相同，这会让人同时感到渺小，也感到被点亮。我会觉得自己渺小，是因为它提醒我们在宇宙尺度下有多微不足道。人类文明史的一切战争、帝国、胜利、悲剧，每一次伟大发现都发生在一个小星球的一个角落。从宇宙角度看，我们像住在一滴水里的细菌，几乎不知海洋有多大，但这也会带来力量，因为它展现了我们竟然能做到这些事。我们真的弄清楚了，我们量出了距离，我们找到了位置，我们造出望远镜、太空船、数学模型，去理解数十亿光年之外的东西。我们很小，但我们的能力非常惊人。我们是有意识的生命，竟然能理解孕育我们的宇宙，这件事本身就不可思议。光年也逼我们直视星际探索的残酷现实，距离真的大到可能是任何科技都跨不过的根本障碍。想想把人送去另一颗恒星要付出什么代价？比邻星 4.24 光年外。以目前技术，我们最快的太空船最高速度约每秒192公里，就算一直维持那速度，也要大约6800年才能到。那比人类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还长。你就算在人类刚发明文字那一天发射它，到今天都还不一定到得了。要让星际旅行成为现实，我们必须飞得更快，即使能达到光速的10%，这已经是革命性推进，远超现有火箭。到比邻星仍要42年以上，这比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还长，也比从毕业到退休的典型跨度还长。而这还只是最近的恒星，大多数恒星远得多，远到你甚至不想算。工程难题也会堆成山，需要巨大能量加速，要防辐射，要维持数十年生命维持系统，还要处理人类心理，一辈子被困在狭小船舱，看不到地球，只面对永恒黑暗。有人提出多代飞船的构想，巨型飞船容纳数百数千人，航行数百年，抵达的人会是出发者的遥远后代。他们出生在船上，活在船上，死在船上，最后到达一个只听过故事的地方。那艘船本身会变成一个移动文明，与地球隔绝，在漫长旅途中长出自己的文化与社会。但即使多代飞船，也可能不切实际。怎么维持封闭生态系几百年不崩？怎么避免小族群近亲繁殖造成的遗传问题？怎么确保后代仍愿意完成祖先的使命？如果几代后大家决定不去了，转头回家怎么办？如果发生灾难、系统故障、瘟疫，人口大量死亡怎么办？在星际深空里，你没有救援，也没有后援，只有自己。有人提出休眠或低温冷冻，让船员一路睡到目的地再醒来。听起来很美，不用供养几十年，不用熬心理折磨，也不会出现世代目标漂移。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否可行。人体冷冻数十年、数百年后能否复活？冰晶对细胞的伤害怎么办？大脑与记忆会不会被破坏？这些问题仍未解决，而且可能永远无解。所以很可能在人星际旅行在可预见未来根本不切实际。我们也许会被限制在太阳系内，甚至可能永远如此。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能用机器探索其他恒星系，只是人类亲自踏足其他恒星，或许永远只能留在科幻里。
光年也会改变我们对外星文明接触的想象。就算宇宙其他地方真的有智慧生命，距离也可能让双方文明即使存活几百万年，仍然无法有效联系。假设在距离地球50光年的行星上，有个高度发展的文明，他们也像我们一样，用无线电对外广播，持续100年。那些讯号正穿过我们这一带的太空，但经过50光年的传播，扩散成巨大的球面后，讯号会弱到几乎被宇宙噪音吞掉。要侦测它，我们得用非常灵敏的电波望远镜，还要刚好对准方向、对准频率、对准时间。这种事恰好撞上的几率非常非常小。就算我们真的侦测到了，也别以为故事会立刻变成星际大事。我们收到的是他们50年前发出的讯号，我们立刻回复，我们的回复也要50年后才会到，一次往返要100年。你问一个问题，可能等不到答案，答案也许要你的孙辈才能听见，这会彻底改变接触的性质。真正的对话、及时谈判、互相吐槽，全部不可能，更像是百科全书交换。每个文明把历史、科学、文化打包寄出，盼望对方也做同样的事。这更像考古，而不是通讯。你研究的是一个文明留下的记录，而当记录到你眼前时，它已经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化石讯息。而且这一切还假设双方文明都得活得够久，也得长期维持交流兴趣。可人类开始大规模广播无线电，至今也才100年左右，我们根本不知道100年后我们是否还在，更别说几百年后还愿意持续广播。文明的兴衰可能比光走到彼此的时间还短，你甚至可能接收到一个几百年前就已灭绝文明的讯号，你听到的是失去世界的回声。还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可能，宇宙其实充满文明，但它们彼此距离远到永远碰不上。智慧文明之间的平均距离可能是数千光年，在这种尺度下，连互相侦测都难如登天，沟通更是失去意义。每个文明都独自发展，独自发现，独自提出问题，最后也独自消亡，永远不知道宇宙里是否有同伴。了解光年最深刻的一层，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非常孤立，距离远到使有意义的接触与旅行几乎不可能。文明可能永远被困在各自的小宇宙泡泡里，即使在银河系内，就算真的有很多科技文明，它们平均也可能相隔数千光年。在那种距离下，你收到讯息再回复，可能已经过去几千年。发出讯息的文明可能早就不在了，也许被小行星撞毁，也许在战争中自我毁灭，也许恒星变得不稳定，让家园不再宜居。你回复的可能只是鬼魂，这描绘出一幅宇宙图景，宇宙也许充满生命，甚至智慧生命，但它们永远被距离隔绝。每个文明孤独地问问题，孤独地找答案，孤独地发光，然后孤独地熄灭。这里面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因为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天生渴望连结，我们建立社群，分享知识，合作完成事情，而永远无法与同类连结的想法，不管在宇宙里还在人群里，都会让人感到孤独。但它也有一种奇怪的美，它意味着每一个诞生的文明都非常珍贵。如果我们因距离而实际上孤立无援，那么我们就有一份独特的责任，
我们是宇宙在这个角落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的思想、艺术、科学、爱都是指在这里发生的独特现象。我们不只是亿万文明之一，在任何方向数十甚至数百光年内，我们可能就是唯一的意识。这不是让我们更渺小，反而让我们更有意义。每一个善意，每一次发现，每一件作品，每一个理解与连结的瞬间，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正在此时此刻发生，而附近可能没有别的地方会发生同样的事。我们也许孤独，但我们也很珍贵；我们很小，但我们并不廉价。今晚，我们深入探讨了光年，我们谈了它的定义、测量方式、代表的距离，也谈了它如何改写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我们从日常尺度出发，一路走进几乎难以想象的宇宙尺度。一光年大约是 9.46 兆公里，也就是光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跑一整年所走过的距离。天文学家用光年，是因为公里在宇宙面前太笨重，数字会长到像电话簿，你需要更大的单位才能把宇宙距离说得出口，而且它要建立在物理上可测量的东西上，光才是最可靠的标尺。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是比邻星，距离我们 4.24 光年，它是最近的邻居，但仍远到以我们现有技术要花数千年。银河系从一端到另一端大约10万光年宽，就算你能以光速穿越，而你做不到，也需要10万年。可观测宇宙直径约930亿光年，包含约2兆个星系，每个星系又有数十亿到数兆颗恒星。当你抬头看星星，你看到的不是它们现在的样子，你看到的是它们的光，走了好多年、好多世纪才抵达你眼睛。你其实是在回望过去。天狼星距离 8.6 光年，所以你看到的是 8.6 年前的天狼星。参宿4距离约550光年，所以你看到的是5个多世纪前的参宿4。光年把距离与时间绑在一起，提醒我们时空是一体两面。光速是宇宙的基本极限，没有任何有质量的物体能超过光速。这不是工程能突破的技术瓶颈，这是物理定律本身，是时空运作方式的结果。所以以光年计的距离，对通讯与旅行就是实打实的障碍。数光年外的恒星，不只在空间上离我们远，也在时间上离我们远。即使光速旅行对有质量物体而言不可能，你仍要花好几年到附近恒星，到遥远星系，更是数千年、数百万年起跳。宇宙也正在膨胀，而且膨胀在加速。暗能量，一种我们仍不理解的神秘成分，像在背后推着宇宙往外长大。在遥远未来，数十亿年后，宇宙从我们视角看会更空，越来越多星系会被推到宇宙世界之外，它们被空间膨胀带走，快到它们的光永远追不上我们。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已经知道了很多。我们画出了10亿颗恒星的星图，我们量出它们的距离，我们找到数千颗系外行星，我们看见数十亿光年外的星系，甚至看见宇宙婴儿期的样子。光年一直是我们丈量宇宙、定位自己、理解天地的基本工具。最后回到起点，光年是光一年走过的距离，大约 9.46 兆公里。它大到挑战直觉，也大到让地球看起来像宇宙海洋里的一粒尘。你不必用直觉完全吃下它，你只要理解它的意义，就足够震撼。你可以想象，
遥远星光走了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今晚才落进你的眼睛。你可以体会，我们住在宇宙一个小角落，但我们居然能理解宇宙尺度。这种理解会让人觉得渺小，也会让人获得力量，因为我们真的弄清楚了，我们量出距离，我们做出模型，我们建起望远镜与太空船，我们能理解数十亿光年外的事物。我们很小，但我们的理解力很强大，我们是能意识到宇宙的人。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你的一生在宇宙尺度下短暂，但你的感受、你的爱、你的选择都是真实而重要的。你由星辰构成，你的原子在古老恒星核心被锻造，散落宇宙，最后拼成了你。你是宇宙在这个角落看见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下次在晴朗夜晚仰望星空时，记住你今晚学到的是，那些光点不是单纯的光，它们是遥远恒星，是巨大的核融合火球，每一颗背后都可能有行星与世界。而你看到的光子走了很多年才到，有些光在你出生前就出发了，有些甚至在你祖父母出生前就启程。你透过光与宇宙相连，你在看宇宙，你也属于宇宙。光年真正的意义不只是距离，也是连结；不只是孤立，也是归属；不只是渺小，也是渺小中的重要。感谢你与我一同踏上这段穿越时空的旅程。如果你觉得这段内容有价值，请按赞或订阅，这真的很重要，因为它让我能继续探索宇宙。记住，光年代表难以理解的距离，但也是把你和星星连在一起的线。每次你仰望夜空，你看到的都是跨越光年的景象。你正在看见宇宙，浩瀚无垠的宇宙，仍在等待你探索。今晚我们谈了光年，那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距离与时间绑在一起的证明。它提醒我们，宇宙很大，大到很多事急不来，而我们很小，小到更该把眼前这一刻握紧。下次你抬头看见星光，别只把它当成风景，那是一些光子，走了很久很久，才刚好抵达你。在这片黑暗里，你不是宇宙的中心，但你也不是局外人。光年很远，但星光抵达你这一刻，就是连结。晚安，愿你从此看星空的方式，安静的不一样。